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在忙碌的一天结束之后，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回想起今天对孩子说的某句话，心里就沉了一下，觉得哎呀，真希望当时的自己可以有不一样的反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怎么样把那些充满冲动的教养时刻，转化成一种有觉知、有连结的温柔回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邀请你轻轻地回想一下，最近一次你对孩子说完话，但才下一秒心里就立刻涌上后悔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对这种感觉一点都不陌生，那今天的分享就真的是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明明都懂，却还是常常做不到。然后我会跟你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身体小技巧，来帮助我们改变这个状况。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地图。我们会聊到那些后悔的话，大脑宕机的时候，然后是创造一个暂停的空间，一个看远方的小技巧，改变家里的回音，最后还有这周的练习。哦，对了，一定要看到最后哦，我有一个很温柔的提醒要送给你。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第一部分，那些让我们后悔的话。你知道吗？这真的是一个很普遍的挣扎。就算我们已经读了好多教养书，上了好多课，还是会在某些时刻不小心说出让自己后悔的话。其实挑战往往不是在于我们懂不懂的教养知识，我们都知道要温柔，要有耐心。真正的困难点是，当那个情绪一上来的瞬间，我们的冲动反应就像一台超跑一样，唰的就冲出去了。可是我们那个理性的、有智慧的脑袋，还像个路人一样在后面慢慢走，根本就追不上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从科学的角度来一探究竟，我们的大脑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只是发生在孩子身上哦，也同时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你看哦，我们的大脑好像有两个部分在互相拉扯，一边是情绪脑，负责打、逃或是僵住；另一边是理智脑，负责思考、倾听跟理解。当孩子觉得被骂、被威胁的时候，他大脑里的那个情绪警报器就会立刻大响，然后整个接管一切。这时候，那个理智脑的总部就好像被断电一样，什么道理都听不进去了。所以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孩子那个当下的关机状态，并不是他不听话，也不是他故意要跟你作对，这其实是大脑的生物本能，就像电脑当机一样，在那一刻，他是真的生理上没有办法处理你说的任何道理。而且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很累、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理智脑其实也会暂时断线。这时候的我们也一样是处在生存模式，只能做出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好，所以如果光靠用意志力思考是行不通的，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答案其实出乎意料的简单，就是为自己创造一个微小的时间空隙。这就是正面教养最核心也最厉害的地方。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消灭情绪，因为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目标是在感觉到情绪跟做出行动之间，为自己轻轻地按下一个暂停键。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分享一个超级简单的身体小动作，来帮助我们创造出那个宝贵的暂停。也记得哦，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温柔的练习等着你哦。这个方法真的超简单，就3个步骤。第一，就是先感觉到心里那个好想骂人的冲动。第二，把你的眼光轻轻地转向你视线范围里最远最远的那个东西。第三，在心里很温柔地对自己说，我看到了。你可能会想，就这样真的有用吗？真的有用哦。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模式中断。当你把视线移开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把你大脑的注意力从那个情绪的风暴中心悄悄地引导到一个比较安静的负责观察的区域。光是这个动作，你的神经系统就会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
这个小小的转移会送给你一份最宝贵的礼物，那就是大约3秒钟的缓冲时间。你可能会觉得3秒钟好短哦，但相信我，这短短的3秒钟就足以让你从那个自动反应的轨道上稍微脱离，然后给你一个机会去选择一个更温柔、更有智慧的回应。好，所以我们现在手上有这宝贵的3秒钟了。那为什么光是这短短的暂停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去改变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呢？我们来看看。我想请你把教养这件事想象成一个山谷里的回音。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对山谷呐喊，山谷就会用同样的状态回应你。你如果很焦虑的大喊，传回来的一定也是很焦虑的回应。所以啊，真正关键的，真的不是你说了什么内容，而是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说的。孩子其实是在回应我们的内在状态。当我们自己慢下来、稳定了，你会很神奇的发现，他们也会跟着慢下来。他们就像一面最诚实的镜子。好，那现在就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也是我答应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跟练习时间了。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东西浓缩成一个这礼拜可以马上开始做的小练习。这礼拜我只邀请你做一件事，当你感觉到那个情绪的火快要烧起来的时候，就去做这个动作，去看最远的东西。你不用去对抗那个情绪，也不用告诉自己我不可以生气，那太辛苦了。你只要记得温柔地转移你的视线，然后在心里轻轻地说我看到了，就这样，很简单。这3秒钟的空间真的是一份礼物，一份你给自己也给孩子的礼物。现在我想邀请你花一点点时间想一想，在接下来的这1周，有没有哪一个你可能已经可以预见的时刻，这3秒钟的暂停可能会为你和孩子创造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呢？真的谢谢你今天花时间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个温柔的练习。如果你喜欢这样很实用又能滋养我们跟孩子关系的方法，欢迎你订阅安亲子书房练习曲这个频道。我们也真心期待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练习心得，让我们在这个教养的路上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成长。